当今的相亲现状，农村是一群男人抢一个普通女人，城市是一群女人抢一个优质男人。农村呢是女人带着孩子照样嫁，城市是女人带着房子也难嫁。农村是光棍一大片，城市是剩女一大堆啊。找对象呀，最大的悲哀呀，就是总想找自己配不上的人。有一个姑娘来找对象，今年29岁，大专学历，商场做销售的，一年能赚个6、7万，身高160啊，长相也就5、6分。她来找对象呀，说自己的要求不高啊，想找一个合得来的男人。我问她具体的择偶要求，她支支吾吾的说呀，没什么要求，主要就是看人吧，只要人好有房子就行。那这要求啊确实不算高啊，符合要求的不在少数。我问她28岁，大专房产销售，小伙子长得很阳光帅气，考虑吗？她问一年赚多少钱，我说一年在10万上下。她听完摇摇头就说呀，不行，不够养家的，有工资高点的吗？有一位31岁的男士开了一家小饭店啊，赚的还行，一年20万左右，人好也踏实。他一听啊就说这钱赚的还可以，但这工作不太好，开饭店肯定很累吧，起早贪黑的，有没有工作好一些的？我忍了忍说呀，有一位29岁小伙子，身高170，长得也很阳光，程序员，年薪在20个左右，有车有房。他一听就说不行，个子太矮了，有个子高点的吗？听完我是直接就问他呀，你明确点告诉我你要找什么样的行吗？他说33岁以内，未婚，身高180，年收入30万以上，学历本科，有房子，父母要求有退休的。我这一听，好家伙，你这要求也不少啊。我问他符合这些要求的你都可以认识是吧？他点点头说是。我说有位男士啊，33岁，未婚，做电商，一年30、50个，也有房子，还没有贷款，父母有退休，你考虑吗？他听了之后反问我呀，条件这么好怎么还单身啊？我说这个男士啊，他长得丑一点啊，脸大，不太好找。这姑娘一听啊，丝毫不带犹豫的说不行，想要找个阳光帅气的，毕竟得为后代考虑。我又给他找了一位32岁的男士啊，做销售经理，常年出差，年收入20万左右，个子很高啊，长得也很好。这姑娘一听啊，说不行，要找个离家近的，得陪着自己的。气得我呀，忍着又给他找了一位中级版，男方29岁，长相很帅，合眼缘，身高180啊，有车有房，月薪2万多，这性格也温柔有担当，不抽烟不喝酒不打游戏，父母有退休。他一看啊，终于满意了啊。结果男士资料卡上写着不会做家务，这姑娘又说啊，不行，希望找个会做家务会做饭的。那一瞬间真的气得我不打一处来呀，王八赶紧劝我忍一时风平浪静，千万别得乳腺增生啊。我反正呢也是没好气儿怼了他啊，你这儿不行那儿不行，挑挑拣拣，自己大专要找本科，自己160要找180，自己长相5分要找8分的，你拿我这当女娲了，你可以给你造人了是吧？前面信誓旦旦的说了半天的鸡毛蒜皮，后面又出了一堆小要求，结果前面的要求都当放了屁了。总结一圈下来，就是要找个长得帅的又多金，情商高的，还得会赚钱的。那你找我干什么呀？你找王思聪去啊！最可恨的啊，莫过于没感觉这3个字。鬼知道你嘴里的合眼缘没感觉到底是什么标准啊？光有感觉这3个字啊，就造就了多少大龄剩女啊！虚头巴脑整了一堆，这叫什么？思路不清加认知错误，真的是王八想骑凤凰，白日做梦了。上午来了一姐们儿啊，条件很好，94年，身高168左右，身材匀称，硕士，自己开了一家美术机构，年薪在30万左右。这姑娘长得很水灵啊，有7分左右，属于比较有气质一类。最近这2年呢，一直在相亲啊，不是她看上的不喜欢她，就是喜欢她的呀，她不喜欢。难得呀，有个男士啊，比她大了1岁，各方面条件都不错。谈了半年呀，马上就要谈婚论嫁的时候，他要彩礼20万，结果人男士啊，是头也不回的跑了呀。哎，这回他想明白了啊，那既然相亲都这么算计，没什么感情可谈的，那不如啊自己出钱出彩礼，招上门女婿，哎，找个自己觉得不错的。于是他就来跟我说呀，我愿意出30万的彩礼，找个真心啊对他好的人。我问他，我说只要真心不看条件吗？他说那怎么可能呀，我也不能随便找个人回家吧。于是呀，噼里啪啦的跟条件列了一大堆呀，我的肝都跟着颤。这第一啊，男士学历985或者211本科以上，毕竟呢他是硕士，学历不能差太大了，不然2个人这思想层次啊他不一样，怕以后沟通困难。这第二，男士身高不能低于175，不然呢没有安全感。第三啊，这个年龄啊在26到32岁之间，他本人保养的不错啊，比较显小，他不想找年龄大的，颜值呢也要匹配，能够让他有心动的感觉。这个身材要好啊，不能胖也不能瘦。这第四，他脾气不好，还比较慢热，需要男士给他提供情绪价值，懂得照顾他，允许他作一点。
性格要稳重，要会察言观色，记得他所有的喜好，生活呀要有仪式感，不要生活质量下降。这第五呀，这男士家庭啊也有规定啊，条件一定要好，父母一定要有存款，有社保，有退休保障，而且婚后不跟男方父母同住，因为他不太会处理复杂的关系。另外啊，这婚后啊他也不做家务，不带孩子。这第六，男士收入啊不能低于20万，比他高最好，房子他出，男方啊要出装修，婚后男士要上交工资等等。哎呀，听完之后啊，目瞪口呆，都很难表达出我的反应啊，五脏六腑都跟着颤呢。你都要找上门女婿了，怎么男方还得给你出钱装修房子呢？他说我给了彩礼，我都没钱了呀，他肯定要带回一些。哎呦，听得我特别无语啊，这不相当于什么都没给吗？我问他，我说那你房子给人家加名吗？毕竟人家出装修了呀，万一离了那什么都没了，起码得给个保障吧。他说这房子是我买的呀，肯定不能在他名字，绝对不商量。那一瞬间啊，哎呀，他把我怼的是哑口无言呀。我问他，我说你觉得这样的男士凭什么能跟你在一起啊？人家有学历、有能力、有情商，还会做家务，长得还要帅。他说我给彩礼30万呢，我给这么高，我不能只是找一个男人嫁了吧？我是要找高质量的男性。说实话，我做婚恋这么长时间，真的第一次遇到这么个找上门女婿的。我和他说啊，这年前啊有个女方人家也找上门女婿，是不忍心女儿啊出嫁，所以啊去招的。人家出60万的彩礼，直接送房子一套，再加1辆奔驰。结婚之后啊，每年给男方啊家里补贴10万，不需要男方啊给任何东西，唯一就是要求男士啊工作好，硕士以上学历就可以。你看看你这要求，比正常找对象的人要求都高。你希望你付出的30万一定要货有所值，可符合这项要求的男人，人家觉得你不值呀，干嘛要选择给你当赘婿呢？姑娘听到我怼她呀，觉得特别不爽，和我说呀，那你给我找找这样条件的人，我嫁过去啊也行。我问她，我说就这条件的男人，结婚你还要彩礼吗？她一听啊，怎么可能不要啊？我嫁过去啊，那彩礼肯定是要给的呀，这少点也行啊。我问少点是多少啊？她说起码10万。我一听，我说你这情况我帮不了，就这条件的男人不给彩礼啊，都一堆人抢着要呢。你揣着30块钱和我说要买辆法拉利，你觉得人家认为是我傻还是你傻呀？根本就不是现实的事儿啊！这姑娘听完就跟我说呀，说我眼界太小了啊，她朋友啊都不如她，嫁的条件啊都特别好，有车有房，年收入都几百万了，结婚啊人家对方都给了彩礼30万，怎么轮到她10万的彩礼都不能要呢？说完呢就拎起包就走了。哎呀，现在这年头啊，这个刺猬看门啊，他也不靠不住，啥人都给我往里放，下次再这样我就生气了。上午我们办了一场相亲会啊，那是有人欢喜有人忧啊。参加相亲会的这个95后啊占多数，这男人女人一多啊，他戏就多。然后就发生了一件特别有意思的事情啊，跟你们唠唠。有一位男士呢是93年的研究生学历，有车有房呀，上市公司上班啊，年收入在30万左右，父母都是公务员。小伙子长得也很帅哈，哎呀，身高呢1.8米几，身材也很好，会打扮。他是被女孩子们表白最多的，有大约得7、8位的姑娘喜欢他吧。不过我们这边啊是有游戏规则的，就是从里面这个筛选出自己中意的啊，最多3位。男士估计呢是看眼缘，就从中啊选择了3位长得最好看的。人家3位这个女孩子啊，一排啊站好之后就开始轮番表演了。第一位女孩子啊介绍自己啊，说是97年的大专学历，学的护理专业，在医院工作，说自己啊是有耐心有爱心，喜欢跟老人生活在一起啊，也会照顾人。主持人就问她有没有其他的兴趣爱好之类的，这姑娘说有啊，喜欢跳舞，然后表示啊愿意给男士啊跳一次舞，舞呢是霹雳舞啊，效果怎么样咱就不说了，反正呢是给男士尬的一激灵啊。后面的男士就问这个姑娘啊，她期待什么样的婚姻生活？这姑娘听完就说呀，想做全职太太，在家里照顾老人和孩子。男士听完呢也算满意的点点头啊，然后就到了第2位女士了。人这姑娘可厉害了啊，94年的本科学历，17岁上大学，21岁毕业，去了电视台就做导演啊，从导演转行做了广告，25岁啊成功拿到了第1桶金100万，然后买车买房啊，后面人生开挂了，加入了海参行业，开了3家店，现在29岁就已经啊轻轻松松实现年入50万了。人姑娘介绍完之后啊，和男士很霸气的说呀，我看上你了，你跟我走，管你衣食无忧。这把男士给撩的那是合不拢嘴啊。然后这姑娘就补充说呀，自己不会跳舞，但可以为男士来唱一首歌，漂洋过海来看你。这唱完之后啊，哎呀，我也不评价了，毕竟咱唱歌也不咋地，
人姑娘也表示啊，说知道不咋地，但是啊，她呢也不想输给别人啊，也想为男士做点什么。这男士就反过来问这姑娘看上他什么了？姑娘性格特别爽快呀，你长得帅有学历，条件又好，我还能看上你啥呀？反正这些我都看上了。男士听完笑的那是哈哈的啊。这就到了第3位姑娘，明显性格就有些小家碧玉那种感觉。96年的，说自己在事业单位上班啊，没车没房，父母在农村，这家里有几亩地，这哥哥在外地打工等等。他说自己喜欢呀一家3口安稳的生活，互相喜欢互相理解的过一辈子。男士听完呢也是蛮认可的，点点头啊，问女孩子怎么看待婆媳关系。人姑娘就说呀，自己啊不想和婆婆生活在一起，这样可以减少这个直接接触的矛盾。如果出了矛盾呢，也知道啊去沟通解决，不会让男士在中间为难的。主持人听完呢也夸这个女孩子性格比较温和啊，转身问男士喜欢哪一位啊，可以直接去牵女孩子的手。台下呀好多男士啊，大家都在起哄啊，说要选第3位，但最后啊这个男士啊是直接走到了第2位身边，说自己很欣赏女方的性格和努力上进，很想认识她。这个时候呢出了一个小插曲啊，这毕竟啊女人多了，这个戏也多呀。这第1位姑娘就问男士啊为什么不喜欢自己？男士很尴尬的表示啊说只是没有感觉。姑娘就有些不愿意啊，说希望加男士的微信再了解一下。主持人一听啊，那赶紧圆场啊，让那个女士啊下了台，然后就恭喜2位啊是成功牵手。反正啊这个相亲会啊现场一共牵手了2对儿，有人欢喜有人忧啊。你看这男女一多，戏是不是就多？我很想问你们啊，如果是你会选择第几位？千万别跟我说我都喜欢，这可咋整？真的，我这个脑子现在冒冒的一片一片全是星星，真的。